先不说，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出我是天赐神体。再者说，我的力量也是可以隐藏的。紫菱微微一笑，那紫色的气焰既然瞬息收缩，随后脚步轻轻点的，只听嗖的一声，紫菱已是自那透明结界飞奔而出，那般恐怖的速度，与施展龙游9天的楚风不差分毫。义父，我来救你了！紫菱掠入殿堂之后，便仰天大喝一声，这声音之响亮，简直如同雷鸣，响彻了整座殿堂。这哪里蹦出来的小丫头？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可将4大妖王吓了一跳，因为他们发现紫菱竟然是从墙壁里跳出来的。那墙壁，他们极为了解，乃是坚不可摧的奇物，怎么可能有人从那样的墙壁中穿越而过？紫菱，不要过来，这座大阵不是你能抗衡的，快逃！而见到紫菱，秦雷则是面容大变，赶忙高呼起来。由此可见，他对紫菱还是相当关心的。义父，别怕，我有我爷爷赠予我的宝物，可以破解天下所有阵法，诛杀万物妖魔。这道阵法，在我这宝物面前，根本不值一提。紫菱甜甜一笑，便自乾坤袋中取出一件光芒四射的宝物。这件宝物被紫菱握在手中，看不清是何物，但是它所散发的幽绿色光芒可是极其的闪耀，几乎笼罩了100米之内的事物。紫菱将它高高举起，显得神圣无比，头也不回的便向秦雷等人飞奔而去。那般自信满满的模样，就如同他手中的物品真的能够救出秦雷等人一般。不好，快去捉住那丫头！见到这一幕，4大妖王那血红的双眼顿时瞪得溜圆，同时动身向紫菱飞奔而去。与此同时，将那强大气息散发而出，想将紫菱笼罩，压制住紫菱的动作。但是奈何，他们的威压虽强，但却根本无法压制此刻的紫菱。已将神体力量施展而出的紫菱，的确有着一种常人没有的气势，普通的威压根本无法压制于他。哼，4只老妖怪，你们再敢靠近，休怪我用这宝物诛杀了你们！紫菱身形一转，向殿堂的另一边奔跑去。臭丫头，本王非生吞了你不可！4大妖王彻底被紫菱牵制了，自4个位面向紫菱包抄而去。紫菱这丫头还真是有一套，下面该我出场了。见紫菱已经成功将4大妖王引走，楚风则是狂喜，意念转动，青色小龙便出现在其胯下，随后流光一闪，楚风便飞奔而起，直奔那座石台。不好，还有一个！然而当楚风刚刚进入殿堂之际，4大妖王便感受到了楚风的气息，其中2位便要向楚风这边掠来。4只老怪物，本姑娘今日就收了你们，受死！见状，紫菱灵机一动，随后便将手中那光芒四射的宝物以闪电般的速度向4大妖王的中间丢了出去。小心！紫菱这么一喊，使得4大妖王内心一颤，随后4人一同出手，向那光芒四射的物体轰杀而去。然而还未等到4人的攻击到达，那物体已是无法抵挡4人攻击散发的气息，被压成了粉碎，化为漫天的绿色光芒体飘洒而下。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宝物。这一刻，4大妖王恍然大悟，因为他们在那绿色光芒体中感受不到一丝威胁，这哪里是什么诛杀万物的宝物，简直就是一件废物。4只大笨蛋，看把你们吓的！那不过是一颗普通的夜明珠。看着4大妖王的脸上浮现出特殊的吃惊表情，紫菱逗得咯咯直乐，笑得前俯后仰。死丫头，我要将让你受尽折磨而死！得知自己被耍了，其中2只妖王向高台飞奔而去，另外2个再度向紫菱扑来。楚风，接下来就靠你了！紫菱对着高台的方向高呼一声，娇躯一纵，化作一道流光飞奔而去，一边奔跑还一边大喊：来啊，来追本姑娘，追到有奖！与此同时，楚风早已经来到了那高台之上。此刻的楚风内心激动无比，因为他发现在那高台之上布满了特殊的符咒，这符咒形成了一座大阵，非常的漂亮。但是此时此刻吸引楚风目光的并非那浮光萦绕的大阵，而是大阵中心的物体，在那里竟然插着一把大斧子。这把斧子足有2米长，质地本为纯黑之色，可是当光芒扫射之际，却能够发现在那黑色的斧子之上泛起血红色的光芒，仿佛这种黑色并非是简单的黑色，而是积累了无数血液凝聚而成一般。这个斧子的形状也异常的霸气，正面是一个标准的大斧头，锋利无比，可以斩切任何事物，哪怕是一只巨象，此斧也可以轻易斩掉它的头颅。而此斧的侧面则是一把半月形的钩状，这似是一把大刀，可以起到如同斧子一般的效果，但是它更像是一个钩子，可以抠出人的5脏6腑。这把大斧简直就是一件杀戮利器。而楚风也细心的发现，在那大斧的中间还写着4个大字：修罗鬼斧。好一把修罗鬼斧，你是我的了！楚风来到此斧身前，探手一抓，便紧紧地抓住了这把修罗鬼斧。可是当楚风用力抬手，想将这把修罗鬼斧自大阵之中拔出之际，却不由面色一变，因为楚风惊愕地发现，他竟然拔不动这把修罗鬼斧。这修罗鬼斧就如同与这石台一体，根本无法撼动。无知的小鬼，你以为你能够拔得出这把修罗鬼斧吗？而就在这时，在楚风的身后突然响起一阵嘲讽的笑声。回头张望，毒蛇王此刻正站在楚风的身后，缓缓地向楚风靠近。与此同时，他散发的威压已是封闭了楚风身前的退路。与此同时，蝎子王也是掠到了石台的另一端，封住了楚风身后的退路。他一边向楚风走来，一边对楚风说道：这把修罗鬼斧插在这石台上已有数百年，连我师尊和当年的妖王都无法拔出，难道你以为你可以将它拔出，成为它的主人？真是天真，真是可笑！什么？这把修罗鬼斧竟然数百年来无人拔出？听得此话，楚风的内心一颤，随后涌现出阵阵的不安。数百年来都没有人曾拔出过这样的奇兵，自己能够拔出吗？
如今已无退路，若是无法拔出这把奇兵，莫说救不了八方势力的众人，就连自己也将死在此处，恐怕紫菱也要惨遭毒手。楚风，将身体交给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淡淡那甜甜的声音却突然在楚风心底响起。而这一刻，楚风也不怠慢，赶忙将自己身体的控制权交给淡淡，因为他觉得这修罗鬼斧既然有着修罗这样的名字，很可能就与淡淡有着某种特殊关联。就在楚风将身体交给淡淡的一瞬间，楚风的身体竟然爆发出一阵轰鸣，层层涟漪扩散，自楚风体内扩散开来，阵阵狂风四溢，连空气都被吹得扭曲，大片的黑色气焰缠绕着此刻的楚风，发出阵阵嘶鸣。那嘶鸣既似猛鬼的嚎叫，又似野兽的咆哮，极其瘆人。这小鬼，这是怎么回事？见到此刻的楚风，两位妖王也是吓得面容失色，那丑陋的大嘴张得那叫一个圆，因为他们如此近距离之下，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此时此刻在楚风的身上散发着一种特殊的气息，这种气息无法形容，总之非常强大，甚至让人感觉害怕。而最主要的是，此刻楚风身上所散发的气息，竟然与那修罗鬼斧给人的感觉一模一样，二人宛如一体。这种感觉，他终于动用那特殊的力量了吗？与此同时，正在急速奔跑的紫菱也是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楚风的方向。事实上，所有人都注意到了楚风这边的变化，那追赶紫菱的两位妖王也是不由得止住步伐，将目光投向高台上的楚风，甚至那被困在大阵之中的秦雷等人也是神色一变，尤其是界灵公会和界氏族人的界灵师们，面容更是变得吃惊无比，暗道这股气息来自灵界，可究竟是哪个灵界会有如此强大的气息？你究竟是什么人？看着眼前的楚风，两位妖王以震惊的语气说道。而这一刻，身躯早被淡淡占据的楚风，则是冷冽一笑：“我就是这修罗鬼斧将认可的主人。”话罢，楚风单掌猛然紧握，随后用力向外一拽，只听轰的一声，这座悬空石台竟然顿时粉碎，化为了滚滚灰尘，弥漫在这殿堂之内。而那修罗鬼斧已是握在了楚风的手中。我居然真的拿到了这件奇兵，淡淡，我爱死你了！当将修罗鬼斧拔出之后，淡淡便将身体的掌控权还给了楚风。而此刻的楚风已是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手中这把修罗鬼斧，这把大斧握在手中，很重很沉，若是将它丢下，甚至可以将一座宫殿压得塌陷，从空中扔到地上，也绝对会砸出一道大坑。但是楚风紧握着它，却感觉刚刚好，感觉唯有这个重量才最适合他。最主要的是，他能够在这修罗鬼斧内感觉到极其强大的力量。至于这种力量有多强大，与淡淡独有的力量很相近，但又有所不同。最主要的是，此时此刻，这修罗鬼斧的力量就掌握在楚风的手中。若是楚风日后能够彻底掌握这种力量的话，恐怕天武境的强者楚风也能一战，就算无法战胜，也可应付一阵。这小鬼，他竟然拔出了修罗鬼斧，莫非？而此时此刻，四大妖王则是满面的吃惊，神情一阵变化，在他们那血红色的眼睛之中，竟然有着些许惶恐。走！突然，他们四个身形一动，竟然转身逃遁，跑掉了！快追！不能让这四只怪物逃掉。而与此同时，在楚风的下方也是爆发出几十道强横的气息，向四大妖王追赶而去。只不过很快的那些人便无功而返。好了，回来！一个个将那无比羡慕的目光投向了楚风手中的修罗鬼斧之上，甚至其中几人竟然忍不住吞咽了一口口水。由此可见，他们是多么渴望得到楚风的这把修罗鬼斧。你们干什么？这把修罗鬼斧是楚风拿到的，理当属于他。见状，紫菱赶忙站到了楚风身旁，凌厉地指着众人：“这位姑娘，话不能这么说。这修罗鬼斧本是无主之物，总不能因为此刻在这位少年的手中变成了他的吧？难道我们拼死拼活就没有一点功劳吗？”火神谷谷主笑眯眯的道：“对啊，你看看，为了这把奇兵，我元刚宗可是失去了2名天武境的强者，损失实在太大了。”元刚宗宗主也是满面委屈：“你元刚宗才失去了2位天武境强者，我白藏教可是失去了3位天武境强者，这可都是我白藏教的功臣，战功赫赫的前辈。白藏教教主也是附和，我逍遥谷不也同样如此？3位天武境的前辈就这么死去了，这对我逍遥谷简直是莫大的打击。”逍遥谷谷主也是摇了摇头。见状，楚风则是低头观望，发现在他的下方的确有着10几片血水，除了界灵公会和界氏族人2座势力外，其余6座势力则是或多或少死伤了几位天武境的强者。对于各位前辈的死，我楚风感到惋惜，但是说句不好听的，就算他们是为这修罗鬼斧而死，但关我楚风屁事？是我让他们中那大阵的吗？是我将他们害死的吗？若不是为了救你们，我犯得着冒着如此大的危险出手吗？若不是我冒死出手相救，你们此刻还能活生生地站在此处？怎么，你们一个个堂堂一州霸主，此刻竟要恩将仇报，抢夺我的修罗鬼斧不成？楚风冷冷地扫视众人，言辞相当犀利，说的众人面色极其难看，一阵无言。楚风小友说的在理，若不是他出手，我们今日都将死去，岂还有站在此处说话的机会？如今各位竟然还惦记起楚风小友的这把奇兵，这实有恩将仇报之嫌。就在这时，界灵公会的副会长高启志也是站了出来，并且冲着楚风和善一笑，似是暗示楚风，他界灵公会会站在楚风的身后，为楚风做后盾一般。高副会长，话可不能这么说，若是说我们惦记这把奇兵就是恩将仇报，那么你护着楚风，岂不是就是想要私吞奇兵？毕竟所有人都知道楚风小友是你界灵公会的人。突然，一位老者开口道，他满脸的笑容却显得异常阴险。
目光一直盯着楚风手中的修罗鬼斧，不肯移开半下。而这位正是界氏族人的副族长戒严。你听着戒严此话，高副会长则是眉头紧皱，面容难看，因为以他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还真是不好为楚风辩护。哪怕他说的是公道话，但人们也会觉得他心怀私心。楚风小友救了我们不假，对于这点我们都承认，并且也都心怀感激，绝对会加以感谢。只不过这修罗鬼斧乃是无主之物，只因这位小友将它拔出，便将它归为这位小友所有的话，未免并不合理，并且在座的所有人都为了这把骑兵出生入死，并且还有人为此牺牲。何况以这位小友的实力，他能保得住一件骑兵吗？这件骑兵在他的身边，不会为他带来好运，只会招来杀身大祸。戒严继续说道：“对，戒副族长说的很对，楚风小友救了我们自然是要感谢的。我元刚宗愿出1万颗玄珠来感谢这位小友的救命之恩。”元刚宗宗主赶忙说道：“我火神门同样愿意出1万颗玄珠，我白藏教也愿意，逍遥谷如同大家一样，我剑神谷也会以1万颗玄珠来感谢楚风小友的救命之恩。”与此同时，其他几座势力的霸主也都纷纷表态，但实际上却在将楚风推向一座火坑。楚风小友，我戒氏族人愿意出2万颗玄珠来感谢你对我等的救命之恩，只不过这把修罗鬼斧你不可以带走，它属于在场所有人的。戒严笑眯眯地说道：“哼，依照你们的意思，是想拿几万颗玄珠来买我这把骑兵吗？这位族长，若是有人出几万玄珠买你戒氏族人的荆棘铠甲，你会卖吗？”楚风冷哼一声，极其不爽，万万也想不到这些人会这么不要脸，自己好心救了他们居然惦记起了自己的修罗鬼斧。这位小友，话可不能这么说，这修罗鬼斧本是无主之物，怎么就成你的了呢？戒严这位副会长笑得越发阴险，简直就是一只标准的老狐狸。是啊，这位小友，你不能说此刻他握在你的手中，你便说他是你的吧？我也觉得是这么的道理。这修罗鬼斧本就是无主之物，可以说在场之人都有份。这位小友，你可不能独霸于他呀！见状，众人也是纷纷附和。然而就在这时，只见楚风手中的修罗鬼斧光芒一闪，竟然开始在楚风的手中急速缩小，那2米长的巨斧竟带着道道光华，消失在了楚风那紧握成拳的手中。怎么回事？那骑兵去哪了？见到这一幕，元刚宗火神门的主人顿时面容大变，慌张无比，瞪圆了双眼，开始四下张望，想要寻得那鬼斧的下落。因为骑兵对他们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每个人都想得到，毕竟拥有骑兵的势力，从地位上就会比其他势力高出一等。就比如剑神谷，本是一座小势力，只因为得到了神木剑，才会有如今的地位，并且地位还在急剧提升。等等，各位别急。就在这时，那位副族长却是显得异常淡定，他紧紧地盯着楚风那握着的手，说道：“楚风小友，可否打开你的手掌，给我们看看？”听得此话，所有人都将目光凝聚在了楚风的那只手上。而在这种情况下，楚风也不好掩饰，只好缓缓地张开了手掌。天哪，而当楚风手掌彻底张开，人们看清楚风的手掌之际，除了戒氏族人的副族长以及戒灵公会的副会长以外，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神情大变，满脸的吃惊。因为此时此刻，在楚风的掌心竟然有着一个图案，那图案不是他物，正是刚刚消失的修罗鬼斧。那修罗鬼斧印在楚风的掌心，虽然只是图案，但却栩栩如生，看着极其立体，简直就像是一把缩小版的修罗鬼斧挂在了楚风的掌心一般。竟然认主了，竟是可以认主的骑兵！这一刻，人们惊呼不已，那脸上既是羡慕，又是嫉妒，就连那位戒氏族人的副会长戒严，目光也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不知在盘算着什么。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骑兵进入了我的掌心？事实上，虽然楚风感觉到骑兵进入了自己的手掌，但是他却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个情况。笨蛋，这说明得到了骑兵的认可，被认主了，他已与你合为一体，除你之外，将没有任何人能够使用于他。淡淡解释道：“竟然还有这种事？那这样说来，戒清明的荆棘铠甲，慕容羽的神木剑，还没有认可他们？”楚风问道：“当然不是，你以为所有骑兵都可以认主的吗？可以认主的骑兵都是骑兵之王，是骑兵之中最好的，无论是威力还是品质，都是其他骑兵所无法比拟的。也就是说，在你这把修罗鬼斧的面前，无论是戒清明的荆棘铠甲，还是慕容羽的神木剑，都不再是什么好东西，根本无法与你的修罗鬼斧相提并论。只有可以认主的骑兵，才是真正的骑兵，不能认主的骑兵都是残次品。”淡淡解释道：“原来是这样吗？这么说来，岂不是我手中的修罗鬼斧才是真正的骑兵？”听得此话，楚风狂喜：“那是当然，试着控制他一下，他会随你所动的。”淡淡笑嘻嘻地说道。楚风得到一把这样的骑兵，他也为楚风感到高兴，而楚风也不犹豫，单掌握起，只见手中光芒四射，那修罗鬼斧便化作了先前的巨大模样，再度握在了楚风手中。紧随其后，楚风意念又是一动，那修罗鬼斧便又是光芒一闪，消失不见，回到了楚风的掌心之内。而亲眼看到楚风自如地控制那修罗鬼斧之后，在场之人的神情皆是一阵变化，有着说不出的情绪。就在这时，紫菱则是向前踏出2步，随后对众人说道：“相信以诸位的阅历，定然知道能骑兵认主之事。这样的骑兵，常人根本无法使用，就算可以拿在手中，也如同废铁一般，不会发挥出一丝力量。唯有他认可之人，才能发挥出他的力量。而如今这把骑兵以认楚风为主，这就说明他并非无主之物，而是楚风的，是他自己选择的楚风。诸位还有什么话要说吗？”这一刻，人们一阵无言。
因为他们已经无法狡辩。毕竟就如同子灵所说一样，眼下这把骑兵已并非无主之物。想不到骑兵认主这种事竟真的存在。戒灵公会的副会长高奇志满脸的赞叹，虽然他的脸上也满是羡慕之色，但却并没有贪婪之容。这座遗迹的主人很厉害，除了这件骑兵，也许还有其他宝物也说不定。子灵插话道：“对了，这位姑娘，楚风小友，你们二人刚刚似乎不是从正面走进来的吧？”高副会长好奇地问道。“没错，除了这里外，还有一座暗道，那暗道内机关重重，我和楚风也是一路闯关而过，只不过可惜却毫无收获，最终走到了这里。”子灵摇了摇头：“真的，那座暗道在哪？”听得此话，戒严等戒氏族人的面容则是一变，动起了心思。他们都是戒灵师，尤其戒严戒灵之术更是极强。子灵与楚风毫无收获，不代表他们进入其中就会毫无收获。随后，子灵将暗道告诉了戒严，而戒灵公会以及戒氏族人的所有强者都进去查探了一番。在骑兵认主之后，倒也没有人再难为楚风，楚风也是悠闲自得的在这里转悠了起来。楚风是有目的性的，他要找的自然是此行来的最初目的，能够磨练精神力的宝物。因为楚风曾问过高副会长，他们来时的路上有没有发现特殊的宝物，而高副会长的答案却很明确，他们一路走来什么也没发现过。这也是为何在他们进入最后的殿堂，发现那石台之下大片的宝藏后，会那般的激动，结果一同被困在了其中的原因。而得知一切之后，楚风则是觉得他想要的那件宝物还在这座宫殿之中，所以便开始认真的搜索起来。但是越是搜索，楚风越是不安，几乎将这座庞大的地宫仔细的搜了好几遍，但楚风却依然毫无所获。就如同高副会长所说，这里除了这件骑兵，什么都没有。可恶，怎么没有那对精神力，有着特殊作用的宝物？此刻，楚风眉头紧皱，心中有些慌乱。若是找不到那宝物，精神力就无法快速成长，那他拿什么救苏柔和苏美？别急，也许你已经拿到了那妖兽所说的宝物。蛋蛋突然开口了。蛋蛋为何这么说？楚风感到不解，仔细感应一下你掌心的修罗鬼斧，用你的精神力去感应，会不会发现在这把鬼斧的核心深处有着一层无形的能量，阻隔于你？蛋蛋说道。而楚风也不敢怠慢，赶忙按照蛋蛋所说去做，最终发现竟然真的如蛋蛋所说一般。蛋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这把修罗鬼斧就是可以磨练精神力的宝物？楚风狂喜，这就犹如在无尽的黑夜总算看到了一点光明一般。真正的骑兵的确会蕴含一些其他作用，这种特殊作用往往是与战斗无关的。我若没猜错，你的这把骑兵的确可以磨练精神力，只不过这种特殊的力量却需要特殊的阵法牵引才能释放。这也许就是为何那石台之上满是符文阵法的原因。你当时掠上石台之际，时间紧迫，根本没有注意这些细节，只顾着去拔出修罗鬼斧。不过我却注意到了，所以我在一开始便用心的记录了下来那大阵的符咒阵法。等你离开此处之后，我可以帮你重新布置出那座大阵，用它来牵引这修罗鬼斧的潜在作用。若是这修罗鬼斧真的是能够磨练精神力的宝物，那倒是定然可以生效。若是它不是，那我就只能说你是被耍了。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能够磨练精神力的宝物，也许那只妖兽只是想让你来送死而已。蛋蛋解释道。也只能如此了。楚风点了点头，他觉得蛋蛋所说的很有道理，眼下也只能按照蛋蛋所说的试一试了。什么都没有，这里什么都没有。该死，是谁传言说这里有宝藏的？是谁传言这里是修武高手的遗迹的？简直他妈就是谣言，是在放屁，是在坑爹。就在这时，楚风的耳边不断传来怒喝，甚至有人用力的轰击这座坚不可摧的地宫。这些顶尖势力的宗主级人物也与楚风一样，仔细的搜索了一下这座地宫，但是奈何他们什么都没得到，这让他们极为不爽。毕竟此行他们可是损失了天武境的强者，这样的强者可不是说培养就能培养出来的。他们此行亏大了。楚风小友，这次还多亏了你和子灵。等回到至尊山庄，我秦雷定要好好感谢一下楚风小友的救命之恩。相比于他人，秦雷倒是显得很淡定，看来他是真心的感激楚风与子灵的救命之恩。事后，秦雷又邀请各位宗主级人物一同返回至尊山庄，作为贵宾去见证联姻大会的结果。起初，这些宗主本不想去，后来斟酌一番后，却又点了点头。于是，这浩浩荡荡的一行人便离开这万妖山，返回了至尊山庄。只不过因为内心的愤怒，使得他们在临行之前，在这万妖山内做了一次大破坏，屠杀了不少妖兽。而在没有妖王坐镇的情况下，万妖山此次当真是元气大伤。至尊山庄，楚风所居住的宫殿内，自内部布置了层层结界，而在大殿的中心，则是有着一座浮光萦绕的结界阵。在那大阵的中心，楚风的修罗鬼斧就插在这上面。楚风盘膝而坐，坐在修罗鬼斧的前方，眉头时而微微皱起，时而轻轻舒展，平静的脸上不易察觉的情绪不断变化着。哈哈，成功了，蛋蛋，你成功了，你成功的引出了这修罗鬼斧的特殊作用。终于，楚风睁开了双眼，开心的直接从地上跳了起来，兴奋的有些手舞足蹈。因为如同蛋蛋所说，这把修罗鬼斧竟然真的就是能够磨练精神力的宝物。只要结合这组大阵，再将精神力灌输到修罗鬼斧之中，去沟通鬼斧内那神秘的物体，便可以起到增强精神力的作用。这座大阵只是实验版本。等到联姻大会结束，你找出宽敞而隐秘的地带修炼，我可以将完整的大阵布置而出，那个时候才能真正的发挥出这修罗鬼斧磨练精神力的作用。蛋蛋说道。蛋蛋，太谢谢你了。
若不是你的话，也许我根本不会发现这修罗鬼府内的奥秘。不知道，原来它就是能够磨练精神力的宝物。楚风是发自真心的感谢蛋蛋。那是当然，本女王的聪明伶俐，有谁能比？不过你小子也不笨，就算我不提醒你，相信你仔细钻研之后，也定然会回想到这个细节。蛋蛋小脸一扬，笑得那叫一个甜。显然他也很喜欢楚风的夸赞。只要踏入蓝袍界灵师，就能够去那修罗鬼塔救出那猴子妖兽了。到时候也可以救活苏柔和苏美，并且只要成为了蓝袍界灵师，也可以开启界灵大门，让蛋蛋恢复自由了。楚风满面的期待，因为他觉得这修罗鬼府的作用真的很好，相信不出1年，他的精神力就可以强大到能够沟通蓝色结界之力的程度。那个时候也就可以成为一名蓝袍界灵师了。你想的也未免太简单了，蓝袍界灵师不是那么好达到的。如今你的精神力你不再需要担心，但是你的修为可实在太弱了。想沟通蓝色结界之力，虽说你的精神力是关键，但若你的体质不够强，你的精神空间就不够强。按理来说，在一位修武者的修为在没有踏入天武境的时候，精神空间是根本无法承受蓝色结界之力的压迫的，更别说施展蓝色结界之力了。淡淡打击道：什么天武境？难道我的体质、我的精神空间也无法承受蓝色结界之力？必须达到天武境才行吗？对自己的肉体有着极度自信的楚风，万万也想不到他的肉体竟然也无法破开这一束缚。可是毕竟紫菱也没有踏入天武境，就已经成为了蓝袍界灵师。难道说他身体真的不如天赐神体？你的身体的确很强，甚至某些方面比紫菱的身体还要强，但还没有强到能与天武境修武者争锋的地步。修武一途也好，界灵一道也好，总是有着相应的束缚，有着一定的界限。有些人的确可以突破这些界限，摆脱这些束缚，但是也都有一个范围。按照我的计算，你想获得蓝色结界之力，成为蓝袍界灵师，必须将你如今这玄武3重的修为提升到玄武7重才成。玄武7重应该就能够沟通蓝色结界之力。淡淡解释道：必须玄武7重吗？我若是提升到玄武5重，然后运用2种雷霆的力量，将修为提升到玄武7重呢？楚风问道。当然不行，神雷的确能让你的修为增强，但哪怕它在你的血液中，也毕竟是外力。你精神空间的承受力只与你本身的修为有关，必须是你自身的修为提升到玄武7重才行。淡淡解释道：距离玄武7重还有4重境界，每一重所需要的资源都极大，越是往后越会翻倍。不足2年的时间内，我能够成功吗？楚风眉头紧皱，目光开始闪烁，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因为他若不成功，葬送的可是苏柔与苏美2位他心爱的女人。你会成功的，你要相信自己，因为本女王都是如此的相信你。淡淡安抚道：谢谢你，淡淡，有你伴我左右，我相信我会做到的。听得淡淡的话后，楚风才收起愁容，在嘴角掀起一抹微笑。一路走来，若不是淡淡，楚风说不定死上多少次了。他再厉害，也毕竟还是一个少年，阅历有限，心性也不够成熟。但是淡淡却弥补了他的这些缺点，教会了他成长。楚风，我知道你在，快开门，快！可就在这时，宫殿的大门却是被一阵急促的声音敲响。见状，楚风赶忙将修罗鬼斧收起，将结界阵解除，随后来到殿门前，打开了殿门。而楚风刚刚将殿门打开，一道身影便窜了进来。是顾博。此刻顾博神情慌张，满头大汗。他跨进大殿后，便赶忙将殿门关起，并且随手布置了一道隔音结界，这才抓住楚风的双肩说道：楚风，大事不好了，你快走，再不走可能就要没命了。顾博，究竟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楚风冷静地问道。咱们长话短说，对于你拿到骑兵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是高副会长告诉我的，他现在让我来通知你，让你快点离开此处，因为如今在戒严的蛊惑下，元刚宗、火神们、白藏教、逍遥谷、剑神谷以及这只尊山庄要联合戒氏族人强取你的修罗鬼斧，竟有这种事！我身为戒灵公会的人，难道他们敢藐视戒灵公会的存在吗？楚风眉头微皱，他之所以敢安心回到此处，就是因为他知道戒灵公会会帮他。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显然有变，此一时彼一时，戒严造谣生事，说你的修罗鬼斧不仅是简单的骑兵，其中蕴含无尽的玄功和武技，储存了无穷的宝藏。若是能够掌握这些玄功和武技，会让8方势力的实力剧增，甚至能够突破天武境的束缚，踏入武军境，成为一代武军。他这么一说，使得其他几座势力都动心了。如今他们已是如狼似虎，是要拿到这修罗鬼斧，打开这其中的宝藏。这种情况下，我戒灵公会已是无法保你，否则他们定然会联合起来攻打我戒灵公会。顾博说道。胡扯，我这修罗鬼斧内根本就没有什么宝藏。楚风气得咬牙切齿。我知道，高副会长知道，就连戒严也知道，我们都知道，骑兵内不可能藏有宝藏。可是其他几座势力的人不知道啊，他们已被戒严蛊惑，对戒严的话深信不疑。戒严实在太狠了，他就是要利用6大势力来除掉你。若是我戒灵公会敢插手，他就会利用6大势力来灭掉我戒灵公会。戒氏族人与我戒灵公会一样，都与姜氏皇朝有着密切来往。若是戒氏族人联合6大势力对我戒灵公会出手的话，姜氏皇朝也绝对不会管的。顾博语气激动，神情慌乱，可见他也气坏了，同时也吓坏了。而这一刻，楚风则是眉头微微皱起，随后眼中闪现出一抹寒光，冷声说道：好一个阴险的戒严，总有一日我会让他付出代价。而就在这时，关闭的殿门突然开启，一股狂暴的气流席卷而来，轻易的便将顾博布置的结界粉碎。小心！见状，楚风赶忙抓住顾博的肩膀，身形向后一纵，才躲开了那股气流。如若不然，
以楚风的修为，倒还说，以顾博的修为，定然被那股狂暴的气流冲成重伤。紧随其后，7道身影暴掠而进，站在了这大殿中心。这7人不是别人，乃是界氏族人、副族长、元刚宗宗主、火神门门主、白藏教教主、逍遥谷谷主、剑神谷谷主以及至尊山庄庄主。当他们进来之后，那殿门也是随之关闭，封锁了楚风的所有退路。这么快就跑过来一只小老鼠，是通风报信的吗？戒严双眼微眯，冷冷地看着顾博。妈的，戒灵公会的高旗帜真不是东西，早知道他会通风报信，此事就不该与他商量。元刚宗宗主气得咬牙切齿，唉，你激动什么？人这不是还在吗？火神门门主看着楚风的右手，邪恶地笑了笑，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楚风将顾博挡在身后，目光如炬，高声问道：楚风小友，别怕，不管这个小子和你说了什么，但实际上我们并无恶意，只是老夫怀疑楚风小友的那件修罗鬼斧才是万妖山内真正的遗迹所在。那位深不可测的修武高手将他遗留的宝藏全部储存在了修罗鬼斧之内，所以我等想借楚风小友的修罗鬼斧用。戒严笑眯眯的道：放屁，骑兵之内怎么可能藏有宝藏？如今这骑兵已认主于我，我对他的一切都了然于掌，这就是一把普通的骑兵，其中根本就没有宝藏。楚风冷哼道：楚风小友，这话你说了不算，虽然这修罗鬼斧认主于你，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就是你的，毕竟这是我们一起拼回来的成果。难道说他认主于你就属于你，然后你让我们什么都得不到，白忙活一场，白白牺牲了几位天武境的高手？戒严冷声质问道。可就在这时，那紧闭的殿门却又突然开启，随后数道身影飞掠而入，是戒灵公会的副会长高旗帜，同时还有戒灵公会在至尊山庄内的所有强者，就连徐仲宇也到场了。你们做什么？光天化日之下，想对我戒灵公会的人下毒手不成？高旗帜也不是省油的灯，进来后便厉声地呵斥起来。至于其身后那些徐仲宇等戒灵公会的人，同样是目光不善，大有一副言语不合便大打出手的架势。高副会长，你这样护着楚风，莫非是想独吞宝藏不成？就是，连戒副族长都知道那修罗鬼斧内有宝藏，难道同样身为蓝袍戒灵师的你会不知道？哼，枉我尊重你是一位前辈高人，想不到你这样卑鄙无耻。然而还不待戒严说什么，其他几位宗主级人物便冷哼起来，看他们那模样，的确是被戒严蛊惑了，并且下定决心非要拿到楚风的修罗鬼斧不可。为了那修罗鬼斧内的宝藏，他们竟然真的不惜与戒灵公会这座庞然大物为敌。放屁！骑兵之内怎么可能藏有宝藏？你有没有些常识？高旗帜被气得面色发青，大声咒骂。而看着眼前这些顶尖强者不断的争吵，楚风则是双眼微微眯起，内心做起了盘算，随后突然开口道：看来诸位是非要拿走我这修罗鬼斧不可了。我楚风并非不讲理的人，也不想让你们为难。你们说这修罗鬼斧内有宝藏，你们想要将这修罗鬼斧拿走，想办法打开这宝藏。好，我楚风都满足于你们，不过你们却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听得此话，在场之人神情皆是一变，不由得停止争吵，看向楚风，追问起来。虽说他们都下定决心要拿走楚风的修罗鬼斧，但是毕竟楚风救过他们，于情于理他们也不能逼人太甚。何况在有戒灵公会做护盾的情况下，他们更是要有所分寸。其实在场的很多人都不想把事情闹大，尽管宝藏对他们的诱惑力极大，但若真的以一场大战来换取的话，他们也会肉疼。若是真的能够和平解决，是他们所有人都希望。你们拿100万颗玄珠给我，这修罗鬼斧就给你们，不管你们怎么研究都成，不再关我任何事。楚风说道。什么100万颗玄珠？你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听楚风这么一说，很多人的脸顿时就绿了。哪怕他们势力再庞大，但是100万颗玄珠也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就算由7座势力拼凑，每座势力也起码要出10几万颗玄珠，同样不是小数目。诸位，你们不是说我这修罗鬼斧内有着修武高人留下的宝藏吗？那宝藏绝对不止100万颗玄珠吧？只要你们将100万颗玄珠给我，这修罗鬼斧就是你们的。无论你们在这里面找到怎样的宝藏，我都不要办好。楚风说道。这一刻，人们则犹豫起来。的确，若真的如同戒严所说，那鬼斧内有着强大武技、无穷宝藏的话，100万颗玄珠还真的不算什么。好，我答应你。突然，戒严开口应下，但他随后又冷声补充道：不过要想打开这修罗鬼斧内的宝藏，我需要斩断你与他的联系，所以我要你的那只右手。你敢？听到戒严的要求后，还不待楚风开口，高旗帜、徐仲宇以及顾博等戒灵公会的人已是大怒，斩断一位天才的手臂，这简直是要断送他大半的前程。然而，对于戒严的要求，楚风却是哈哈一笑，随后目光变得异常锐利，盯着戒严说道：100万颗玄珠放到我的面前，这只右手就是你的。哈哈，好爽快！各位，100万颗玄珠而已，我们8座势力，我们每座势力拿出12万5千颗玄珠即可，没有异议吧？戒严说道。没有异议。其他几位宗主也是应道，唯有戒灵公会的人没有言语，而是诧异地看着楚风，不知道楚风在想什么。不是你们7座势力，可楚风却是突然开口：你这是何意？元刚宗宗主愤怒地问道。我楚风身为戒灵公会的人，怎么会向自己的势力要东西？何况我的这只右手，我戒灵公会的人也不会要。相信我这修罗鬼斧内的宝藏，他们也同样不会要。所以这场交易只是我楚风以个人的名义与你们7座势力。楚风淡笑道。捏。听得此话，其方势力的人皆是面容一变。虽然楚风说的这些话表面上看着
合情合理，但实际上却是有意要让他们多出血。各位，不过是多出一部分玄珠而已，难道咱们会出不起吗？这样，咱们每座势力出15万颗玄珠，至于那多出来的5万颗，就当是对楚风小友的一点额外补偿。毕竟楚风小友是位修武天才，若是少了一只手臂，难免对日后修武有一些影响。戒严阴冷的笑着，但却大有讽刺之意。说得对，不过是多拿出一些玄珠罢了，难道我们拿不起吗？楚风小友，105万颗玄珠，足够你潇洒的活完下半辈子了吧？与此同时，其他几位宗主级人物则是哈哈大笑起来，话语中带着些许得意，以及些许嘲讽，暗讽楚风要钱不要命。而对于他们的嘲讽，楚风则是微微一笑，右手微握，那把修罗鬼斧便出现在了手中，看着众人道：“105万颗玄珠，够不够？我活完下半辈子就不用你们操心了。总之，拿出105万颗玄珠，这把修罗鬼斧现在就是你们的。”戒严等人这时被楚风难为住了，有谁会闲的没事在身上带10几万颗玄珠？他们每座势力的人将身上的家当全部凑在一起，也顶多能凑出1、2万颗玄珠罢了。秦庄主，你看，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将求救的目光投向了至尊山庄庄主秦雷。各位，我至尊山庄的玄珠也是有限的，实在周转不开。见状，秦雷赶忙陪笑，虽说100万颗玄珠，他至尊山庄东拼西凑，砸锅卖铁，倒是能够凑够，但他可不会傻到借给这些人。毕竟100万颗玄珠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绝对会让至尊山庄底蕴大伤。怎么拿不出来吗？原来各位宗主级的大人们也没有我想象中的富有吗？看着眼前几位那难堪的模样，楚讽刺的笑道：“废话，谁会无缘无故放那么多玄珠在身上？”元刚宗宗主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哼，那就是你们的事了。给你们10日时间，必须将这100万颗玄珠放在我的面前，否则别怪我反悔。楚风冷哼一声，态度异常的霸道和恶劣。什么10日时间？这也未免太短了吧？那是你们的事，与我无关。你听楚风这样一说，几位宗主级的人物都被气得不轻。倒是戒严一直很淡定，他微微一笑，说道：“楚风小友，那就10日后不见不散。记住，千万别耍花样，否则没人能保得住你。”说完这句话，戒严对着众人使了一下眼色，便准备就此离去。秦雷庄主，原来这就是你对我救命之恩的感谢，我楚风今日可真是长见识了。可就在他们刚刚转身之际，楚风却是突然开口了，那微眯的目光之中满是杀意。而听得此话，秦雷的脸色则是一阵变化，有些愧疚，但也有些生气。犹豫片刻后，他并未说什么，而是快步离去。楚风，你疯了？真的要将这修罗鬼斧让给他们？在7大势力的人走后，顾博满面不解地问道：“一把修罗鬼斧倒不算什么，毕竟只是一件骑兵，这东西日后只要有机缘，不是无法得到。倒是楚风兄弟你，竟然甘愿用一只手去换那100万颗玄珠，这实在太过草率了。”徐仲宇摇了摇头，借势族人对楚风小友一直很不满，尤其是发现楚风小友是一位难得的天才后，更一直想将楚风小友除掉。就算没有今日之事，他们也会想方设法对付楚风小友的。只是楚风小友身为我戒灵公会之人，我们却将眼睁睁地看着你断送一只手，真是……高副会长满面的愧疚。副会长，您千万别这么说，戒灵公会对我楚风的恩情，我楚风始终铭记在心。今日的局面也本就是我一人造成，我真的不想因为我的一己私怨牵连到整座公会，让无辜的人因为我丧命。楚风说道。高副会长先是无奈的叹息一声，随后诚恳地问道：“楚风小友，不知老夫有什么能帮你的吗？”见状，楚风则是四下张望一番，将并无异样后，才凑在高副会长的耳边说道：“我需要一颗能够提升修为的劲药，品质越高越好，不用顾及副作用。我还需要至少10道能够破开蓝色结界的攻击符，不知副会长能否帮我弄到？”楚风小友，你这是？听得此话，高副会长的面容顿时一变，那双苍老的眼眸瞪得溜圆，似是想到了什么。而再看楚风，却是面带笑意，似乎心意已决，只等待高副会长的答复。也许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只是自此之后，楚风小友的日子恐怕就真的难熬了。高副会长满面无奈，随后又补充道：“不过楚风小友放心，10日之内，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在此之后，高副会长等戒灵公会的人又与楚风聊了许久，众人还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晚宴，直到天黑之际才离开。不过为了楚风的安全，徐仲宇和顾博则是留下来陪着楚风，以防有人在这10日内暗中对楚风下手。当然了，戒严等人同样信不过楚风，所以一直在暗中严密地盯着楚风。若是楚风有逃跑的举动，他们便会直接对楚风出手，甚至了断楚风的性命。在与楚风定好条件后，戒严等人开始以特殊的手段向自己的势力传递信息，派人以最快的速度向至尊山庄调动玄珠。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弄了一些备用方案，以此来确保会在10日之内将105万颗玄珠给楚风凑齐。而在戒严等人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楚风倒是悠闲自得，与徐仲宇等和顾博以及戒灵公会的同辈中人，不是摆酒联欢，便是下棋聊天，甚至还与那些不知情的至尊山庄女弟子们一同饮酒作乐，玩得不亦乐乎，那叫一个潇洒自在。搞得那些整日风餐露宿，在暗中盯着楚风的人，不停地对楚风咒骂，但是也只能在心中骂一骂。在这种日子过了几天后，终于到了联姻大会最重要的时刻。当初所有参加联姻大会的人都再次聚集在了那座山峰之巅，并且就连一直隐藏在暗中的各位宗主级人物们，也是在此时隆重亮相，引来人们阵阵惊叹与欢呼。不明真相的人们还真以为是至尊山庄有面子，
将这些各大势力的霸主级人物全都请到此处来为他们捧场。而按照联姻大会之前立下的规矩，参加联姻大会的美女们开始当众说出自己的意中人，只要那意中人答应，便会联姻成功。不得不说，楚风女人缘真是不错，竟然成为了除了谢清明、徐仲宇之外最受欢迎的人。在100名女子之中，竟有7名女子当众对楚风示爱，说自己愿意与楚风结为夫妻，希望楚风将自己带走。这种情况使得楚风感到错愕，使得旁人感到羡慕，可也使得唐艺修、白云飞、宋清风、刘逍遥等自命不凡之人气得咬牙切齿，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比拼魅力的环节，他们竟然也会输给楚风这个他们看不起的毛头小子。但是最令人们想不到的是，面对7位美丽女子的示爱，楚风竟然是一一拒绝，没有同意与任何一人在一起。这种结果可是惹得现场惊呼连连，引起了不小的风波。不过相比于楚风，还有一个人更加过分，那便是这场联姻大会最受关注的小美女紫菱。被无数人视为圣女的紫菱，无数人所期待的紫菱，竟然干脆没有现身，以闭关修炼为由拒绝出席此次联姻大会，并且他还带人替他宣布了一条消息，那就是他心中已有中意的男子。只不过这个男子究竟是谁，他要在出关之后亲自告诉大家。对于这种情况，至尊山庄也表示很无力，毕竟紫菱身份特殊，他们很难要求或者命令紫菱。不过为了表示歉意，至尊山庄则是诚意的挽留所有参加此次联姻大会的人，多住些时日，直到紫菱出关宣布自己的心上人后再离去。而不得不说，紫菱的人气真的很高，几乎90%的男子都选择留下，想亲耳听到紫菱宣布自己的意中人，也想再多看一眼这位绝世小美人。当然了，也有很多人还做着超级无敌大美梦，期盼着自己就是紫菱心中的心上人，紫菱会与自己结为夫妻。在此之后又过了几日，距离当日的约定已经只差1日。据说戒严等人筹备的已经差不多，100万颗玄珠已是基本凑够。而也就在这一日，当日曾经答应过楚风一些请求的戒灵公会副会长高奇志，则是来到了楚风的住所。楚风小友，这是你需要的东西，乃是我这些时日闭关修炼亲自为你炼制的。高奇志将一个乾坤袋递给了楚风，而楚风查看之后，发现这乾坤袋内有着2颗药丸，还有着23道特殊攻击符。这颗禁药很是霸道，乃是楚风所见过最恐怖的禁药。这颗禁药楚风若是服下，修为应该能够连跃4重，踏入玄武7重的地步。这样一来，再配上自己血液内的雷霆，楚风的修为就能够达到玄武9重。玄武9重，手握骑兵的楚风，就连他自己想想也知道那时的他有多恐怖。而除了这颗极其霸道的禁药外，还有一颗疗伤药。这颗药丸显然是高副会长自己为楚风准备的，他知道楚风要做什么，所以特意准备了这颗疗伤药。因为在禁药的反噬效果汹涌来的时候，这颗疗伤药则是会多少起到一些缓解作用，能够减缓反噬的痛苦。至于那23道攻击符就更加厉害了，其中蕴含的威力非常恐怖，不但能够轻易的破开蓝色结界，若是天武境的强者被这攻击符正面击中，恐怕也将凶多吉少，甚至灰飞烟灭。这样的攻击符，普通的蓝袍界灵师也根本练不出来，必须是经验极其丰富，并且实力极其高深，结界之力运用的极其巧妙的顶尖高手才能做到。高副会长辛苦您了，这份恩情楚风铭记在心，日后定会相报。楚风仔细地看了一下高副会长，发现这位老者在这短短几日的时间内，竟然苍老了许多，双眼下陷无神，面容也是苍白无血，就如同身患了重病一般。而不用想，楚风也知道高副会长为何会变得这么憔悴，想必定然是为了帮楚风炼制这些东西，耗费了极大的精力，甚至消耗了自己的寿命，可谓付出极大。楚风小友，千万别这么说，身为戒灵公会的副会长，却不能保你，老夫心中有愧啊。高副会长无奈的叹息一声，满面的惭愧之容。副会长，戒灵公会真的是一座很好的势力，虽然我在戒灵公会待的时间很短，但戒灵公会的很多人都给我楚风一种亲人的感觉。就拿您来说，本于我非亲非故，但只因我是戒灵公会的一员，便为我做了这么多。楚风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激，所以您千万不要感到惭愧，因为该惭愧的是我楚风。我楚风是什么人，我自己心中最清楚，我就是一个做事不计后果、极其冲动、酷爱惹祸的人，没有人能替我擦屁股，因为他擦不完。不过我楚风有惹祸的本事，也有平事的本事，我依靠我自己，同样可以活得很好，所以您就放心吧。明日我一定会安安全全的离开此处，他们留不住我，只会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楚风信誓旦旦地说着，说这番话的时候，他满面的自信。而看着这样的楚风，高副会长则是释然的笑了，说道：不得不说，你是我所见过最疯狂的年轻人，但同样的，也是我最欣赏的年轻人。楚风的计划很简单，当他发现戒严等人已是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拿走自己的修罗鬼斧之际，楚风便决定来个将计就计。他谎称与戒严等人交易，但实际上并未打算交易，而是利用他们想要拿到自己骑兵的心态，来坑他们100万颗玄珠，以此来增加自己的修为。当玄珠到手之后，楚风别说斩断自己的手臂，连骑兵也不会留下，楚风会毫不犹豫地逃走。而跟高副会长所要的禁药以及攻击符，就是为此准备的。虽说准备已很充足，但是不可否认，这其中仍有着巨大的风险，可以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失败的话，楚风将面临的就是死亡，没人能救得了他。这一日清晨，楚风早早的便起床，将那颗恐怖的禁药含在了口中，坐在宫殿的大殿内，静候戒严等人的到来。
而界灵公会的高副会长徐仲宇、顾博等人也早早的便来到了当日定下交易的大殿内，站在了楚风的身后。终于，那紧闭的殿门猛然开启，7道身影飞掠而入，正是戒严、秦雷等人。进来后，戒严也不废话，直接将7个乾坤袋丢在了楚风的面前，说道：“100万颗玄珠，一颗不少，还多出5万颗，免费送给你。仔细检查一下，确认无误，你就把修罗鬼斧交出来，然后自断右手吧。”说这话的时候，戒严并未动，但他身后的秦雷等人则是呈包围状，自4面8方将楚风围了起来。可见他们也怕楚风拿钱不办事，转身逃走。毕竟当日在万妖山的地宫内，他们曾看见过楚风所施展的身法武技，那种速度，他们不得不防。而楚风也不客气，大袖一挥，便将那7个乾坤袋吸入了掌心。随后以精神力查探，发现果然有105万颗玄珠，一颗不少，且货真价实。这一刻，楚风心中狂喜，105万颗玄珠，这可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数目，能够让他的修为得到突飞猛进。楚风将玄珠收好后，缓缓站起身来，将修罗鬼斧从掌心释放而出，扫向7人。诸位，果然讲信用，只不过这把修罗鬼斧我要交给谁呢？看着楚风手中的修罗鬼斧，7人目光皆是变得光芒四射，甚至有人忍不住倒吞了一口唾沫。因为这把奇兵可不是普通的奇兵，是能够认主的奇兵，哪个人都想将它占为己有。这奇兵，老夫需带回族中，由族长大人亲自布阵钻研，方能开启。就在这时，戒严平淡的开口了。而对于戒严的话，众人也没有异议，可见事先他们便已经商量好，这修罗鬼斧交给谁来处理。那好，戒严长老，你可接好了。楚风微微一笑，随后大袖一挥，便将那修罗鬼斧扔了出去。但是楚风扔出的弧度很诡异，乃是一个标准的高抛式。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得被修罗鬼斧所吸引。而也就在这一刻，楚风已是将含在口中的禁药吞服而下，且急速炼化。与此同时，楚风血液中的雷霆也是急速涌动。当楚风的双眼涌现出雷霆图案之际，气息已是在无形之中急速攀升，4重、5重、6重、7重、8重、9重，竟如楚风所预料的一模一样。楚风的修为攀升到了第9重的层次。这一刻，楚风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体内的力量有多可怕，那种力量之强，简直快要超出了他肉体承受的界限，如同要破体而出一般。突然，楚风身形一纵，便化作一道流光飞奔而起。他并未向殿门的方向逃跑，而是直奔大殿的上方飞奔而去。不好，他要逃！此时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修罗鬼斧的身上，根本没人注意楚风。当他们察觉不对之际，楚风已是飞奔而去，并且以闪电般的速度轰开大殿顶部，向上飞掠而去。先拿修罗鬼斧。见状，戒严则是面色一变，大袖一挥，一股磅礴的吸力涌现而出，将楚风的那把修罗鬼斧握在了手中。几乎在修罗鬼斧入手的刹那间，戒严已是布置出一层结界，将修罗鬼斧包裹在其中。他是想要阻隔楚风对这修罗鬼斧的掌控权。然而，那结界刚刚覆盖完毕，其手中的修罗鬼斧便化作一缕金光，消失不见。哈哈，傻逼老头，真以为你能隔断我与修罗鬼斧的关系？这鬼符早就与我合为一体，随我心念而生，随我心念而灭，除我之外，没人能控制于他。就在这时，天空上方传来楚风肆无忌惮、满是嘲讽的狂笑。抬头观望，人们发现楚风已将这座宫殿捅了个大窟窿，此刻已是飞到半空之中，且手中还握着那把修罗鬼斧。给我杀了他，不要留活口！这一刻，戒严暴怒无比，他万万也想不到，事先早就做好准备的他，还是被楚风摆了一道。这个小骗子竟敢这般愚弄于我等，今日他是自作孽不可活，也就休怪我等不念当日救命之恩，取他性命了。与此同时，其他6位宗主级人物也是被楚风气得咬牙切齿，面容巨变，一个个的飞奔而起，向楚风追赶而去。然而，楚风怎么可能在原地等候他们？尽管此刻的楚风力量极强，可与天武境强者一战，但是面对7位天武5重的强者，以及1位老辣的蓝袍界灵师，他可不敢大意。所以他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逃。只不过楚风还没有飞出多远，他前方的天空便开始蠕动变化，竟然出现了一道磅礴的蓝色结界，封锁住了这片天空，挡住了楚风的去路。这乃是一道结界阵，显然是有人事先布置于此。只要见楚风有违约行为，便会有人将这座结界阵开启，为的就是防止楚风逃脱。楚风，你哪里逃？果不其然，就在这结界阵刚刚张开之际，2道身影自下方飞掠而来，乃是界氏族人的2位长老，全部都是天武1重的修为，来的正好，刚好用你们来试一下我这修罗鬼斧的威力。然而此刻的楚风怎么会惧怕他们？手中的修罗鬼斧猛然一挥，一道月牙形的光刃便爆射而出。这道光刃长达10几米，本为黑色，却又散发微微光泽，涌动之间夹带狼哭鬼嚎的咆哮，所过之处连空间都出现了道道裂痕。不好！这一刻，那2位界氏族人的长老面容大变，暗叫不好，因为他们在那暗黑色的月牙形光刃之中感受到了致命的气息。但是为时已晚，只见那光刃飞掠而过，只听扑哧一声，那2位天武1重的强者便被斩切成2段，连神识也被毁灭，彻底失去了生机。哈哈，这鬼斧之威果然厉害，有他在手，以我此刻的修为，恐怕天武3重以下者皆不是我的对手。此时此刻，楚风屹立天际，狂喜无比。先前那一斧子
只不过是试探性的攻击，还并未动用全力。若是动用全力的话，那两人定会粉身碎骨，恐怕光刃还未止，他们已经被压迫成了两堆肉泥。让我看看你能否斩切开这道结界阵。喜悦归喜悦，此刻的楚风也不敢有所怠慢，他身形向前飞去，手中的鬼斧便再次挥动。这一次，那黑色的光刃比先前要扩大了数米，力量也是强横了数倍。空间一阵蠕动扭曲，连空气都被撕割成两半，天地之间的灵、元、玄气都无法抵挡这股威严，退散开来。终于，那黑色光刃轰击在了蓝色结界之上，狂暴的能量顿时化作狂暴的涟漪漩涡，在天空席卷开来。快看，那是怎么回事？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惹得人们大惊。至尊山庄内，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都被这刺耳的声音势所吸引，抬头望向了天际。那好像是楚风，他在做什么？他手中的那又是什么？虽然距离很远，但是也有眼尖者一眼便认出了楚风。但是相比于楚风手中的修罗鬼斧，显然更为吸引人的主意。尽管他们此时此刻无法感受到修罗鬼斧的力量，但是那修罗鬼斧霸气的形态，哪怕让人只在远方看上一眼，也会不由被吸引，甚至被震慑，觉得那不是一件简单的兵器。戒严果然厉害，他所布置的结界阵果然还不是我凭借自身力量便可破解的。虽然涟漪还在扩散，但是楚风凭借敏锐的精神力，还是察觉到自己的这一斧子竟然未能劈开这道结界，这说明戒严的手段的确很厉害。楚风坚信这道结界若是紫灵布置的，他这一斧子绝对能够轻易劈开。但是眼下戒严所布置的这道结界阵，楚风却无法劈开，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哪怕同样是蓝袍界灵师，但是结界强度也有强弱之分，这种强弱之分则与戒灵师的修武实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楚风，我早就在此处布下了天罗地网，你已无路可逃。就在这时，楚风身后传来雷鸣般的声响，是戒严等人追了上来。好个天罗地网，我今日就破你的天罗地网！楚风冷哼一声，左手自乾坤袋轻轻划过，一道攻击符便出现在了手中。去！手指轻弹，攻击符便爆射而出，随后只听轰的一声，那道蓝色结界便爆破开来，出现了一道大窟窿。见状，楚风大笑一声，便催动身下的青龙飞掠而过，自那道窟窿穿越了那道结界。该死！戒灵公会的老不死，果然暗中帮了这小子。这一刻，戒严一眼便看出楚风所使用的攻击符非常人所能炼制，这样的攻击符，如今在整座九州大陆，恐怕只有3座势力的人才能够炼制出，那便是姜氏皇朝、戒氏族人，还有戒灵公会。前两者自然不会帮楚风，所以戒严想都不用想，便知道是谁帮了楚风，定然是那位他的死对头高旗帜。哼，不过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攻击符，给我将结界阵全部张开，我看他能破开几道。但戒严也是有恃无恐，他知道这样的攻击符，哪怕是高旗帜来炼制，也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在此之前，高旗帜不会无缘无故炼制这种攻击符，就算炼制，也应该是为楚风逃脱做准备，在这10日之内炼制。10日之内，就算高旗帜不停的炼制，最多也就是几道而已。如若不然，将会损耗他的寿命，甚至对他日后的修为造成影响。几道攻击符虽然可以破开几道结界阵，但是戒严这10日可也没有闲着。以楚风的居住的宫殿为中心，可是布置了13道结界阵，封锁了这片天地，所以他觉得哪怕楚风有攻击符在手，也是无路可逃。果不其然，在戒严这声怒喝之后，早就驻守于结界阵内的戒灵公会强者们开始催动事先布置好的结界阵。12道蓝色结界阵冲天起，封锁天际，异常的壮观，看得至尊山庄的众人目瞪口呆，惊叫连连。但是紧随其后，楚风却是将那分割在天际的结界一一破开，一一掠过，更是看得人们嘴斜眼歪，满面震惊。怎么可能？他怎么会拥有这么多道攻击符？眼见者楚风一路势不可挡，竟然破开他所布下的13道结界后，那戒严先前的淡然自若已是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满面的吃惊。最主要的是，楚风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在没有障碍的情况下，哪怕是他也追赶不上。只见楚风骑着一条小青龙，带着阵阵狂笑声，一溜烟的便消失在了天际。可恶，真是该死，竟然被这小子逃了！妈的，那可是足足105颗玄珠，足足105哇！眼见着楚风逃走了，元刚宗宗主、火神门门主等人气得咬牙切齿，袖内的拳头握得滋滋作响。戒严，你不是说你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楚风绝对跑不掉吗？现在这是他娘的什么情况？这种情况下，有人将怒火转向了戒严，换作是平常，他们绝对不敢这样对戒严说话。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他们的损失实在太大了，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哼，老夫的准备本是万无一失，我所布置的结界，莫说是那楚风，就算是你们也别想破开。但是奈何有人暗中帮忙，赠予了楚风特殊的攻击符，我能有什么办法？说话之间，戒严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所居住的宫殿，在宫殿之上，悬空站立着几道身影，正是戒灵公会的人。该死的戒灵公会，真是碍事，真是仗势欺人。我火神门与他戒灵公会没完，哼，让他们嚣张，总有一日，我会让他们为今日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听戒严这么一说，秦雷等人都将那杀机毕露的目光投向了高副会长等人的身上。此事之后，他们对戒灵公会已是好感全无。